苏醒吧，荣耀的捍卫者！既然抽中了我，那就全力以赴吧。尤兰戴尔，做好准备。好。警告！警告！模拟系统故障，强制终止失败，正在引入不可控敌人。尤兰戴尔，我们来帮忙了。天命最强 S 级女武神真的需要我们帮忙吗？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举手之劳，能帮到你就好。哦，抱歉，因为他看上去和你平时的装甲风格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没关系。这其实是特斯拉博士拜托我进行测试的特化型装甲，从颜色也可以看出，它更适合在林地作战的女武神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旁边这个笨蛋居然真的信了。克拉丽对尤兰戴尔的好感度已提升，当前好感度65分。行动评价：印象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这……姐姐，别被这个破旁白带跑了，你还在台上呢。说起来，你们找爱因斯坦博士报道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想先来训练室看看，结果刚好听见了模拟系统故障的警报。总觉得我和克拉丽今天碰到的意外有点多呢。虽然没办法提前感受到这边的训练强度，不过能在正式授课前遇到前辈，也算是另一种幸运。布罗尼亚，赫利亚对我的好感度现在是多少？具体数值已经溢出了，但人工智能给出的结论很直接，你是他的偶像。怪不得。那么，能麻烦你帮我暂时推出灵星模式吗？至少在这种时刻，我希望能和他们正常交流。好。你们刚刚是不是在纠结，自己到底该不该帮我这位天命最强 S 级女武神的忙？这种想法虽然有，但最多持续了2-3秒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苛责你们的意思，我只是忽然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，她叫苏珊娜，赫利亚应该认识吧？何止是认识，她可是很出名的女武神呢。而且我应该也算苏珊娜与史丹视频号最初的关注者之一。真想不到，苏珊娜现在也是拥有100万粉丝的博主了。所以在你看来，她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还非常害羞、拘谨。不过，就像大家现在在苏珊娜与史丹里看到的那样，她已经可以自然而不失风趣的主持节目了。虽然偶尔还是会犯迷惑，但那也正是大家喜欢她的地方。飞船上放的那个视频就是这个账号的作品吧？从我的角度看，一个真诚而努力的主持人，相对优质的视频内容，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更新和天命的流量扶持，他的成功理所当然。可在最初规划时，没有任何人对这个视频号抱有特别的期待。绝大多数人都认为，如今的天命只是需要有一个这样对外进行形象建设的账号而已。它不需要特别有趣，也不需要非常抓人，它只要能定期更新，那就足够了。然而，苏珊娜并未因此消极怠工，也没有考虑太多，手足无措。她只是觉得，这个视频号或许可以依托天命的影响力，切实地帮助一些人。在这样的念头下，她开始了自己的尝试，并最终将苏珊娜与史丹
打造成了你们今天看见的样子。顺带一提，在今年的女武神考核里，她还取得了除实战技能之外全 A 的好成绩。那还真是了不起。是啊，所以我想说的很简单，无论是战场中亦或是生活里，在产生纠结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其实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。既然如此，在一开始就坚定地踏出那一步也未尝不可。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，但不努力，回报又从何谈起呢？作为一个团队，我们一起努力寻找真正适合我们的合作形式吧。赫利亚对克拉丽的好感度已提升，当前好感度30分。克拉丽对赫利亚的好感度已提升，当前好感度20分。两人对彼此的印象皆从不想遇见的路人变为愿意打招呼的路人。行动评价：这么简单的任务，就别叫幽兰戴尔大人出场了嘛！我突然很想揍旁白一顿，但不愧是姐姐，轻而易举就提升了这么多好感度。轻而易举吗？不如说，我们之前多少陷入了某种思维误区。我是说，作为能独立思考的生物，人与草木有着很大的区别，也不应该被当作草木对待。带着功利的目的和与人几乎无异的他们交流，仔细想来，这反而是一种本末倒置。这样看，你选择退出零星模式是个相当明智的选择。或许吧。所以 Bronya， 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是以那样的姿态进入了游戏吗？你只玩过一次崩坏大乱斗，还是在悠悠森林版本期间创建了角色。我这里能调用的模型，自然也只有这一款。也就是说，之后几天的模拟，我都要这样。别担心，我今晚就找丽塔要几张你常穿的装甲的照片，保证帮你捏一个和照片里一模一样的角色。倒也不必这么破费吧。判定未能达成游戏目标。行动评价：胜败乃游戏常识，老板请诚心来过。啊？游戏怎么结束了？天哪，是不是你？我可什么都没做啊。哦，好像是我刚刚不小心碰到了跳过键，那没事了。你这家伙。Bronya， 我们有办法回看之前发生了什么吗？别担心，游戏进程都储存在行动记录里。那就好。我记得他们和幽兰戴尔告别之后，已经决定去庇护所找爱因斯坦博士报道了。考虑到爱因斯坦博士和克拉丽的关系，他肯定会出手干预他们之间的矛盾。我想也是。平静中暗含矛盾，这就是他们俩现在给我的感觉。不过，如果拿我们在天穹市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相比较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似乎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此一时彼一时嘛，那时的我也绝不可能想到今天的自己会在教育上和天命最强的 S 级女武神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。牙医，你应该没有在针对我吧？无论如何，这一局都不算全无收获。既然知道了后续发展，我们也可以在更早的时间点进行干涉。比如克莱因事件发生的时候。没错，这一次，牙医想试试吗？好啊。
小一，看见克莱因了吗？接下来就是你的主场了。等等，游戏已暂停。怎么了，牙医？是不明白具体流程吗？你只需要抢先解决克莱因身边的怪物，不给赫利亚和克拉丽创造争执的机会就好。我其实只是想问，我现在的样子也是因为自己不常玩崩坏大乱斗吗？当然。好吧，只要能帮到 Kiana， 这也没什么。布罗尼亚，同样的理由你半小时前才用过。我明明每个版本都有帮牙医创建的角色更新外观，就等他有空上线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玩。你这样做，我不就白忙活了吗？我本来还想逗逗牙医呢。赫利亚、克拉丽，你们带克莱因走，这里交给我。好，击雷！别想逃！提安娜都更新了什么啊？布拉涅的手机响了。破绽！抱歉，牙医，我们先暂停一下游戏吧。没问题。嗨，瓦尔特先生。布罗尼亚，你应该从牙医那里知道带教的事了吧？我看你一直没回复我的新邮件，就想着确认一下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们4个人正好在一起商量这件事呢。哦，看来艾因的担心似乎有点多余。不，倒不如说，如果能得到爱因斯坦博士和特斯拉博士的帮助，我们这边的进展说不定会更加……嘘，布罗尼亚，这种事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啊。要是你知道我和牙医通过各种模拟训练了解你，带着成为朋友的目的接近你，你又怎么可能在第一次见面时信任我们，还在之后和我们一起行动？喂，布罗尼亚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刚才信号不太好，现在听见了。我说我们这边一切顺利，特别是 Kiana， 她很期待与2位新同学见面呢。你们能这么想最好，我这边也已经根据资料简单调整了他们的行程。总之，在成为代教老师之前，你们就好好享受难得的假期吧。好的，瓦尔特先生。谢了，布罗尼亚。没事。不过，仅我个人而言，我并不在乎你说的那些目的和手段。哎，为什么？你猜？提安娜讨厌别人把话只说一半。别的不爱学，布罗尼亚说话的样子倒学得有模有样。哼。Kiana，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既然布罗尼亚刚刚已经存了档，不如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。而且，就像我们刚才已经体会到的，以诚相待，在沟通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说的也是，他们坐的定期飞船还要在路上飞好几天，也不急这一会儿。反正等模拟特训结束后，我肯定会让赫利亚和克拉丽成为朋友，还会在见到他们的5分钟内成为他们的朋友。哦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，笨蛋提安娜。